各位来宾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，所有的欧洲人只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。确实啊，当时看到的天鹅也都是白色的。10年前你害死我妈，直到1697年，陷害我爸入狱，用肮脏的手段才得到如今的成就。星耀之所以能成为10年了，就是时刻保持我终于等来这个机会。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，才能让星耀乘风破浪，再创辉煌。旭东，烈气，我的眼睛好痛！挂住他！旭东，左曲眼。别弄了，拿2条黄鱼送船上去。老板，你的菜好没好啊？哎，好了好了。老板，来条鱼。来。鱼到了。开船！一条野生大黄鱼的价值不菲，但比不上你金贵。抓你，可比抓鱼麻烦多了。为了适应黑暗，我承受了多少，你就要付出多少。得知你这2个月过得比我还要艰难，我心里可舒服多了。谢谢你。听人说，鱼胆可以治目赤肿胀。你把我弄瞎之后，我鱼胆泡药，没少吃。那这么看来，好像没什么效果呀。鱼胆中的氢氰酸毒素可不比同剂量的砒霜要少。中毒之后，如果没有及时救治，会引发腹腔内所有气脏的衰竭。所以今天，
特地为你献上这一道美味，喜欢吗，悠悠？除了尤震的女儿，还有谁能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去刺杀安国轩呢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得手了。10年前，尤震挪用项目资金，甚至还闹出了人命。死者正是尤震的妻子齐兰，而他们的女儿尤尤，从当时的天之娇女，堕落到了在夜店里卖酒。你说，要是你妈知道你干的事儿，她会怎么想？我妈不会复活，你也不会复明。别以为你替安国轩挡了毒酒，他就会重视你这个不受宠的私生子。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我私生子。不过我现在就破例原谅你，而且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。自从你爸进了监狱之后，你很久没去看过他了吧？这份孝心我替你尽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手里正抱着这个八音盒，不撒手，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。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激动什么呀？我犯得着对一个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人下手吗？我不过是告诉他，你的女儿活不过今天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你弄瞎我的眼睛，我就让你永远瞑目。再见了，悠悠。小破，你脚下站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超级大的八音盒，就和这个一样。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，昨天电视上还放了她的新闻。妈妈，尤震，你涉嫌重大安全事故罪、挪用资金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悠悠，妈妈，这10年来我过得很好。姓安的私自伪造账户，伙同他人陷害尤震，搞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这些罪名加起来够判你个无期的了。你听好了，尤震当年就斗不过我，就凭你。妈妈，
找你了。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？齐格格我早有耳闻，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，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，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，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。这么说来，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好戏开场。他就是齐格格。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，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。齐小姐，我们可以一直都在等你啊。酒准备好了。我们猎头啊，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他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。他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？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，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，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。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，肯定不错吧？哇，居然是香槟啊！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啊可以提前庆祝了。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！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，做个快乐的肥宅。齐格格。齐小姐，谢谢。你的眼睛，一场意外，但我听你的声音，却有种熟悉感。熟悉。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。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，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。不过这双鞋似乎不太合脚。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，就算不合脚，也得拿下。我和齐小姐一样，但凡是看中的东西，一定不会放过。所以今天，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？我看中的不是作品，而是你。忘了做自我介绍了，宁海市星空公司总裁，齐东。宁海，我只听说过星耀，可没听过星空。我相信，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，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。那就抱歉了，我选合作方和选鞋子一样，只喜欢经典款。经典款是过去式，创新才是未来式。经典之所以经典，
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不像所谓的创新，看起来夺人眼球，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，很快就会被淘汰了，对吧，大哥？如果想要走得更远，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，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，一不留神摔了。二位是？哦，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，祁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。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。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，我相信用不了3年，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。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，毕竟你我师出同门，都毕业于卢米尼，我相信学妹的眼光。容我考虑一下。大哥眼睛不方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的墨镜。替我扔了吧。学妹叫我来，应该不止下棋那么简单吧？扮演一个贴心未婚夫很累吧？怎么说？不到15分钟的时间，学长看了5次手机，是怕家里那位突然查岗吧？齐小姐是想帮我解忧消愁。这一副残局，困扰我许久。一直无法破解，直到遇见学长你。是吗？我想帮你登上星耀最高的位置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会被赘婿的身份所限制。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善意，一切都标好了价格。我要星耀15%的股份。你野心倒是不小。既然你看得出来，我是个有野心的女人，那你也只能选择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会除掉祁东，当做开胃菜送给你。提醒一下学妹，眼瞎并没有成为祁东的阻碍，不要小看他。我已经有了计划，你只需拭目以待。东哥，这齐格格眼光也太差了，竟然选了高珊珊。过早暴露底牌的人，注定只能是输家。齐格格必须是我的人。东哥，那不是昨天那个胖子吗？跟上看看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，一定很爽吧？啊？爽不爽？爽不爽啊？我也想感受感受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事儿？滚开，这和你没关系。
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？今天我就废了你！你自己闪开点。过来！小心！跟我走！人呢？人呢？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你一直在跟踪我，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？巧了，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。我和她不一样。哦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，得不到的就把它毁掉。谢谢。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，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。待我掌管星耀之后，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干果。齐总打算给我多少？让我猜一猜啊，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，助她掌权星耀之后，给你10%的股份？再多一点点。我可以给你 double。30%。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？你知道，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，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，但是你的魄力，我很欣赏。所以，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？明天一早，跟我回宁海。那就预祝合作愉快。妈妈，我终于回来了。
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站住！你是？我的未婚妻，齐格格。齐总14啊，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，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？安董消气了，可怜我，让我回来做管家。啊，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，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。当狗，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。那，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。毕竟啊，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。明白。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，安董让我过来送花。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，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。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，还是送花给我看的？安董的意思，14不敢揣测。齐小姐既然是齐总的未婚妻，那今晚的家宴，你一定会参加吧？当然。齐总，今天应该打黑领带。现在赶紧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自然是为你而来，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继续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，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？一查才知道，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。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，不久之后就死了。不会是你杀的吧？看来你功课没少做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是有如何？怎么？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？不，我比他聪明。我知道该如何选择。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。当然满意。未婚妻这个身份，才能更好地接近安国轩，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。今晚的家宴，希望你好好配合我，好好表现。
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，将你大卸八块，分而食之。所以，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，不能有半点的松懈。放心，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。齐总，齐小姐，里面请。你来干什么？就这样欢迎你哥？我姓安，你姓齐，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。再说，一个瞎子回来干什么？我眼瞎，你腿瘸，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？你是谁啊？齐格格，我的未婚妻。叫嫂子吧。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，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消息。我这个人吧，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，不像你，订婚宴都不去，非要跑去个海州，到最后还扑了个空。你们在海州见过？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，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，和大嫂第一次见面。妹夫年纪轻轻，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？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，就是为了找我。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，只可惜我没兴趣。学长，特别巧，我和齐小姐啊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。更巧的是，还是同门师兄妹。齐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，管好你的未婚夫。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你和你妈一样，居心叵测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静静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安叔叔好。我听14说了，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。好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吃饭吧。不去。小姐说她心情不好，就不下来吃饭了。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？你说，这样吧，你给他备份饭菜，送到楼上去。是。见笑了啊，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。都怪我。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，结果事没办成，还让静静误会了。不过
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。对了，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？恨一个人啊，需要一辈子；但爱上一个人，一瞬间就够了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来，从认识你的那一天，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。所以，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齐小姐好本事啊，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。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。不过，齐小姐，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？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。说得好啊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？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，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。好一出英雄救美！不过，太巧了，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？对啊，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，不像你，求而不得。看来齐小姐的出现，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，是针锋相对了。不过他俩心知肚明，最让他俩不安的，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。哎，齐小姐，你说他们两个，谁会拿下项目呢？安叔叔，您想问的是，祁东和高珊珊，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？这几年呢，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。在外面呢，有很多星耀的传言，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，兼听则明嘛。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，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，销售断崖式下降。星耀急需一场变革，刮骨疗毒。所以，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？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？好一个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啊！齐小姐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。齐小姐，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！你们两个呀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多久没陪我下棋了？珊珊，下棋，吃饭。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不过，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。你害怕鬼啊？
有时候，人比鬼可怕多了。那你怕我吗？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。尤其是和你。安小姐，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店里新到的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，您过目。珊珊，你帮我挑一件吧。好。请。这款怎么样？这款也太素了吧，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，不灵不灵的。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，你眼光可太好了，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那我带您过去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边。学长，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？学妹的品味果然跟我很像，只是想不到学妹这么快就拿下祁东，成为我的大嫂了。我说过，她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菜。学妹准备怎么送上这一道开胃菜呢？我会加入星空，亲自操刀会展中心，假意帮他拿下项目，关键时刻釜底抽薪。届时，学长便能坐享其成了。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心急，可吃不了热豆腐。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静静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。怎么，只允许你结婚，不允许我订婚啊？没有，是你走错了，这里是更衣群。哦，是吗？完了，齐格格具体3围尺寸，我给忘记了。要不给她打个电话吧。打给……啊，算了。
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今天我让他交给我会展中心的设计初稿，估计他在忙，下次让他一起陪我来逛逛就得了。你慢慢挑吧。对了，记住，千万别瞎挑。我妹妹那个脾气啊，发起火来，后果很严重。大哥慢走。齐总好。看见齐格格了吗？没注意啊。正式入职的第一天，还适应吗？慑于齐总的淫威，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。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。方案呢？这个方案，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，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，横跨了整栋建筑，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。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，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。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？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，他是否会满意。设计方案的好坏，他并不在意。对付符总，还需对症下药。没想到，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。老中医可算不上，但是治你，绝对是足够了。说吧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。齐总应该听说过吧？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？没错，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，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，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，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，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。我在想，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，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，也能站个近水楼台吧。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。击剑是讲究速度、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。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，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。你没事吧？我看
看你不是瞎了，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。有些事情不用看，要用心。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5分钟做什么？化妆洗漱，迎接我准备给你的大餐。怎么不吃啊？不合胃口吗？瞎子做饭也能吃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你大费周章做这一桌子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奖励你啊！奖励我？奖励你通过了考核，有资格去参加女子佩剑组的比赛了。那麻烦你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带我来你家？听你这意思是，你希望昨天晚上去的是你家？首先，作为我的未婚妻一直不来我家住，不妥当吧？其次，带你来，就是来带你特训的。特训？就在这儿啊？昨天你因为压力大，还有贫血而晕倒，你需要补铁，否则以你现在的体能，根本冲不过3回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可不是肉食动物。人类啊，自从石器时代开始，就是超级的肉食动物。人一旦饿到了极点，不但会找肉吃，甚至还会吃人。
而你如果想要战胜你的对手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吃掉他的肉体，将他融于你的血肉，让他的力量填满你。快吃吧，这是你的必修课之一，改善体质。14的笔，你把它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把14给杀了，还把他分尸，然后把他给煮了吧？你杀的。警察现在就来抓你。开门看看，是不是你嘴里所说的警察？嗨，我们是曲总请来的造型团队。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，改变造型。开始。是。齐先生，造型已经做完了。我觉得很好，比赛当天就这么穿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到一样。用心感受的。什么意思？送给你了，如果你高兴的话，也可以送给警察做礼物。昨天最后那招，勤加练习。东哥，副总，来了。副总，您对今年俱乐部比赛的预期是什么？您今年能洗脱浮世六郎的称号吗？您的俱乐部已经连续垫底几年了，为何今年还要应战？击剑不仅是论剑，也是论道，更是论心。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决，其实呢是跟自己的挑战。我的队员看上去是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其实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。我呢会一直支持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战胜自己。据说今年剑锋之道有人事调整，增加了新的队员，对此您怎么看呢？比赛嘛，其实靠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，还有日积月累的钻研。如果某些人想走捷径的话，都看你的。我劝他还是别白费心思，免得刀剑无眼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您。好，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。副总，您千万别多想了，我和副总一样，只是非常单纯的喜欢击剑的感觉。喜欢哪一点？步步紧逼的感觉。就凭他。
了，行啊，东哥，短短1个月就把悠悠调教成击剑行家了。他本来基础就好，你且看着吧。有点意思。悠悠这局赢得漂亮。 就看这局了，这回终于是够强了。不过这接下来16进8，对手黄梦是去年的亚军，悠悠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。 开始了，悠悠完全落于下风了。 东哥，果然跟真正高手比，悠悠还是不行。看来是时候使出他的杀手锏。这招的关键是旋转。 上步，刺！机会，东哥。 最后还是输了，功亏一篑啊！不，赢了。请问是齐小姐吗？我是。恭喜啊！谢谢。福总让我给您带个话：剑锋之道的大门会一直为您敞开，永久免费。嗯。 谢了。卢米尼的长跑冠军，还跑不过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。学长，可真会隐藏实力。不隐藏实力，怎么凸显学妹的能力？那这么说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。你是得谢谢我，毕竟你陪福总晨跑击剑1个星期，一点成效都没有。我来帮你加忙。哎，哥哥。 谢福总，小高总啊，体力不行啊，看人家格格，小姑娘跑10公里比我快10分钟。哪儿的话，我怎么能跟福总年轻的时候比呢？我可是听说您以前全马跑经过3小时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老了。福总小心！没事吧？格格，慢点，没事吧？格格慢点，拿起来。
慢一点，慢点。啊！怎么了？我胳膊好像脱臼了。我带你去医院啊！啊！你使不上力吧？哎，好了。好什么好？伤筋动骨100天，好好静养。等着啊，我再给你装副药。哦。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，改变造型。贺伯，这个女孩是谁啊？哦，福总的女儿文文。女儿，启东这个狐狸。都说当爹的疼闺女，但是像福总这样疼女儿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文文喜欢击剑呢，他就建了个俱乐部；文文想比赛，他就赞助。哎，说来也巧啊，文文第一次到我艺馆来啊，也是像你一样。胳膊脱臼，那丫头可比你坚强多了。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呀？3年前，文文自杀了。自杀？那她为什么会自杀呀？听说是因为失恋，一时想不开。唉，可惜了。那，这中药。早晚各1副，连服7天，外加红花油和艾草外敷。谢谢贺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土特产啊，给副总拿上车。哦，好。那好了。哎呀，还挺沉的。怎么这么沉啊？这老贺真是老糊涂了，让你一受伤的姑娘拎这么重东西。没关系。东哥，跟上。活动自如了，活动自如了。老贺这手真没话说啊。福总，对不起啊，我承认，我之前是为了会展中心的项目才参加击剑大赛的。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女儿的事，也不知道她喜欢击剑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点来接近你。身居高位，来者必定有所求，很正常。没必要道歉，初心是假，但行动是真，这点我得谢谢你。我是年纪越大呀，越是把自己自我麻痹了。幸亏这些天你也天天陪我击剑、跑步，我还真以为文文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启东，来我这儿？好，3天后去宁远码头找我聊合作细节。啊？你呢，完成了我一个心愿，我肯定要回赠你。谢副总，不过为什么要去码头呢？文文走的那年，她生日，我答应她，要带她出海钓鱼。你呢，就当完成我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吧。
谢副总。好好休息啊。副总早回吧。嗯。这段时间，你除了陪符号击剑、跑步、爬山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输了比赛，赢得符号的青睐，循序渐进铺垫关系，这不本就是你的计划吗？怎么有股中药味？你属狗的吧？我陪符号跑步，把胳膊弄伤了，他带我去了趟中医馆。哪只手受的伤啊？我来验一下。好自为之。咋了？钓不上鱼，坐不住了？符总说笑了，我是钓不到，您是不想钓。我看您这鱼饵都要被鱼给吃光了，也不见你起竿，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动物保护协会的，在这喂鱼呢。这鱼饵啊，多放点，这小鱼才能吃饱。这小鱼吃饱了，这吃小鱼的大鱼才能上钩啊。不钓了，先吃饭吧。好。谢符总。Cheers。吃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符总，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，尤其是海鱼，我海鱼过敏。哇，其实文文啊，也不喜欢吃鱼，甚至啊，都不喜欢击剑。啊？因为我喜欢，所以呢，我从小就让他练，天赋异禀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？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，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？趁你啊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。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，我非常喜欢她。
她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，纯洁无瑕，我非常珍惜。从小到大，我都给她最好，她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她不许离开我。可是，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，要跟他私奔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14，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，他只是一个小混混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？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，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，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。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？我明明没有吃鱼，我也没有喝酒，难道？对，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？你要放在这儿。baby。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，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，非常的合适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，还往下跳吗？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。这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
悠悠，不难过，爸爸会魔法，可以让它完好如初。真的？嗯。妈妈快看，爸爸帮我修好了，是不是和新的一样？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你看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，就因为有这条裂缝，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，它是独属于我的。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，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，它也还在。这是你修好的吧？不过有些东西啊，破裂了就是破裂了，即便修好，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，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？不装瞎，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？游游，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让我登堂入室；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，还顺水推舟。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？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，为什么要救你？很简单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警方调查起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继续。第二个，或许对你而言，我还有利用价值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。所以，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，你舍不得让我死。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，本就对他心有怨言，你更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这么狠。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，他却弃你如敝履，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。我猜，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，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。猜的是不错，只可惜啊，你的破绽太多了。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，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，就能摸清你的底细。小时候，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。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即便修好了，裂缝也不会消失。所以，现在的我有破绽，毁了便是。这样，破绽就永远的不存在了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你对我的确还有用，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。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，我保证，
我能让你得偿所愿。哎呀，今天有口福啊！珊珊亲自下厨，让我尝尝。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！说说吧，费那么大心思，做了一桌子菜，有什么好事要宣布？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，是为了庆祝齐小姐劫后余生。说来听听。福总这个衣冠禽兽，看起来是提携后辈，实则是觊觎齐小姐的美貌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。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齐小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哥真厉害，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福总抓出来的？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的吗？怎么说的，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。你的眼睛好了。好了。什么时候好的？去海州之前。好。大哥，既然你早就复明了，回来还继续装瞎，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，你为他挡毒，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，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？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当然有问题啊！这是欺骗，爸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，对吧？爸一向一言九鼎，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。安叔叔，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？您知道，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是怎样的绝望吗？这样的生活，祁东他过了整整5年，5年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失眠让他失去了继承权，他只是想让安叔叔念及他的牺牲，重新回到星耀，为集团出一份力罢了。并且符号入狱，是祁东举报的。我还以为大哥有什么高招，原来是贿赂符号不成，恼羞成怒，去举报他。不，贿赂符号的另有其人。祁东让我接近他，也是为了探查线索和证据。因为祁东明白，符号恨星耀入骨，只要他在位一天，无论是星空还是星耀，都无法拿下会展中心项目。不只是会展中心，还有茂岗3期、金宇湾，只要是他手里的项目，一个都不会给星耀的。我从来不会原谅欺骗我的人，但是今天我原谅你，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，我很满意。爸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？安叔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，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，
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，必须清楚。安叔叔，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，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，而是应该嘉奖他。祁东，功过相抵，倒是应该奖赏你呀，祁东，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。打开看看。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，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。祁兰，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。这个水准放在现在，也是顶尖的水平。没错，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，祁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。哦，你知道的？当然，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，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，包括宁海广场，设计得非常好。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，今天把它送给你。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祁兰当年一样的锐气。光有锐气有什么用？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，再好的设计，不能呈现出来，终归不过废纸一张。不，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。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，你们两个，谁拿下会展中心，谁就作为继承人，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。妈妈，我作业都做完了。小滑头，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？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，妈妈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，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来做什么？刚才的表现很好。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，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。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。不只是安国轩，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，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名了。你说，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有时候，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，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。你呢？是敌，是友？我是你的一把刀。都说利器在手，不可假人。你确实是把好刀，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。只不过，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啊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。你舍不得？
从明天开始，搬到我的别墅来，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。齐小姐，行李这种事儿，我来就行了。嗯。你做什么？齐小姐，您见谅啊。东哥有要求，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，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。齐小姐，手机，你放心，东哥吩咐过了，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。我住哪儿？齐小姐，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，已经收拾好了。这位呢，是梅姐，另外，东哥在等你。既然这么喜欢黑暗，又何必花那功夫去治眼睛？那样的话，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？多可惜啊！行了，说正事。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？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，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。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，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。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，我只好未雨绸缪。毕竟你前科累累。这么信不过我，又何必和我合作呢？信任啊，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。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，这就说明我有信心，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。友情提示一下，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。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，但电脑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干活？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。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？当然是我。哼，行啊，你这么能干，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，我也乐得自在，就当在豪宅度假了。吃穿用度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就找不凡和梅姐，他们会满足你。放心，我没打算给你省钱。
我帮你捏捏肩吧。小破，小破，悠悠姐在呢。情况如何？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。晚饭的时候，我探了祁东的口风，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。稍等，我看看啊。出来了，标书出来了。梅姐早早睡觉了，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，不足为惧。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。祁东这家伙有强迫症，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。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一会儿就下手。嗯。神经病，洗澡都不开灯。小破，密码0721。我说数据你来记。来不及了，悠悠姐。浴室的灯开了。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？没关系，他也得吹头。按照之前的规律，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。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，来得及吗，悠悠姐？没问题，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。悠悠姐，他从浴室出来了，赶紧躲起来！知道了，别影响我记数据。悠悠姐，悠悠姐，赶紧躲起来！喂，喂，悠悠姐，悠悠姐。你在我的书房里做什么？作为你的未婚妻，星耀未来的女主人，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？标书已经完成了，你大可以放心。现在，出去。该死，还差一点。看你这样子，稳操胜券了吧？那就恭喜你了。夜以继日12天，
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。是吗？既然是恭喜，礼物呢？我就是啊。我这个礼物，齐总可还满意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肉食动物，你太素了，早点睡吧。行吧，慰问结束。忘了告诉你，荤腥吃多了，容易消化不良。晚安。小破。